现在这个肉嘟嘟的身材，甚至看上去有点蠢的样子，是我现在。你们敢相信4个月以前我刚拿到职业赛的冠军吗？也许你会好奇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去年12月底，美国疫情爆发，回国机票频繁的熔断。由于我自己迫切想回国，又不想跟美国人一样躺平，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处于一个自我隔离的状态，并在2月中旬终于买到了3月18号回上海的机票。到上海以后，你们也知道现在成啥情况了，跟所有人一样一起隔离。于是截止到现在，我已经整整隔离了120天。整个上海由于长时间的隔离，再加上物资匮乏，焦虑感几乎伴随着每一个人。刚隔离时是迷茫期，再到恐慌期，最后自我放弃。整个过程在2个月前我已经都经历过了。兄弟们，如果说你们也出现日夜颠倒、暴饮暴食，每天无所事事，甚至玩手机打发时间的话，你们就危险了。长时间焦虑不光是影响我们的身体，同时的话也会影响我们的大脑，让我们无法保证长时间的专注。于是我决定自救，在上网翻阅了大量的资料后，我总结了一个方法，通过4个步骤可以缓解我的焦虑。今天我准备把这个分享给你们，希望可以帮助你们走出困境。首先呢，我们要了解一下焦虑是如何产生的。当一个人在他的世界中感觉到某种威胁而失去安全感，从而又无能为力的时候，焦虑感就产生了。首先，第一步，焦虑需要被释放。我们先要尝试解读一下自己的焦虑，将焦虑当作一种信息，追寻信息背后的内容，可以通过闭眼、有意识的呼吸，思考我们在为什么而担心。当信息被翻译出来时，情绪就得到了释放。也可以将被翻译的信息倾诉给好朋友或者家人。这时候你需要的可能不是需要去解决这些信息，更多的是陪伴。最近呢，我在使用这个方法，不光我跟父母的关系越来越好了，同时的话，我跟一些朋友也越来越亲密了，焦虑感也得到了释放。第二步是让自己赶紧行动起来。焦虑的对面是稳定感和秩序感，找到可以让自己掌控的事情，通过给自己设定一些固定的时间去做一些固定的活动，增强对生活的一个掌控感。6点半开始训练，早上6点半开始训练，那你几点起来？6点。对，因为我离学校住的比较近。还有就是起床之后呢，我们会去到球队，就先做一个健身，然后做完之后呢，大概是7点半，然后我们可以有半个小时休息时间，然后8点就开始开会一直到开到9点40、10点这样子，然后我们就去球场上训练，大概训练2个小时，然后到12点，然后就回家上课。这些事情一定不要太有难度。我先给自己规定了吃饭的时间，再留给自己早上读2小时的阅读时间，下午1小时的运动时间，最后睡前也控制了玩手机时间2个小时。这样的好处在于，通过一天，虽然有些事情是特殊情况，但是大部分时间都被我们所掌控，安全感也产生了。第3步就是开始注意自己的形象。小朋友在手上。其实焦虑也是一种懒惰，有多少人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就毫不在意自己的形象，懒得打扮自己，3件衣服轮流的换，不弄头发，不刮胡子。当然你可以说一个人在家那么注意形象干嘛，又没人看到。但其实你们不知道，好的形象首先是要取悦自己，是一种热爱生活的表现。你们可以试试看，每天活得精致一些。男孩子早上起来刮胡子，当然了，男孩子们睡前也可以敷个面膜，女孩子也是可以试试看，即使一个人在家也可以化一个淡淡的妆，开始一天全新的生活。第4步是增强时间观念，提高自己的专注力。为未来而活的人在现实中更容易焦虑，我就是其中一个。正确的做法是提高自己的专注力，每次只设定一个愿意为之付出的目标，能够达到一个忘我的一个状态。为何当时选择做一个健身博主？现在6年了，全网超过500万粉丝，这对你意味着什么？健身自媒体你最想传递的是什么？
实验证明，全神贯注可以减轻我们脑力的一个负担。你的目标越多、越复杂，就会花越多的时间放在制定和调整目标上。给大家举个例子，往往我喜欢公司的所有事情都喜欢自己扛着，有时候事情多到没有任何的头绪，又不放心让团队去做决定。最近我改变了自己想法，开会的时候会增加跟团队开会的这个时长，减少这个频率。开会的时候一起头脑风暴，最后分配任务时，我只做最重要的决定。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头期，你们应该明白，慢慢的应该明白我们目前的一个节奏跟信号是什么样子，是非常非常迅速、非常非常快的。所以，其实光靠我们会员不可能有这么多人参加。那其实这个，所以第二个，加油！谢谢大家。这样只留给我深度思考公司的未来规划这一个问题，其他的让管理者学会解决已经发生的问题。这样下来，他们也学会了承担责任，也同时呢增强了自己的管理能力。最后用一句我个人非常喜欢的话总结一下本期视频：祈求上天赐予我平静的内心，可以接受不可改变的事，并且给予我勇气改变可以改变的事，最后赋予我分辨两者的智慧。如果觉得本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，别忘了给我一个3连哦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